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全球半导体产业营收预计在2026年底前狂飙 57%， 美国国家账户中的人工智慧相关投资额已攀升至38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1.2%。3月份单月美国人工智慧硬体净进口额更是录得高达52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然而，在这场看似烈火烹油的人工智慧军备竞赛背后，高盛最新发布的人工智慧采纳追踪报告中，却披露了一组令人冷汗直流的背离数据。美国企业的实质人工智慧采纳率在5月意外按月萎缩了 0.3个百分点，跌至 19.5%。与此同时，全美由人工智慧驱动的白领裁员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核心服务业、出版与资讯科技业蔓延。这场硬体投资暴增、企业采纳微跌、白领加速裁员的怪异现象，究竟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这是不是科技业繁华落尽前的最后挣扎？今天我们不谈空泛的概念，直接用最详实的美国普查局最新调查数据为您拆解白领失业、中型企业追赶以及现在进场这两大传统制造业才是真正赢家的底层套利真相。首先，我们来详细拆解这场人工智慧投资狂热与实体采纳率意外微跌之间的结构性裂痕。高盛在报告中指出，虽然全球晶片与硬体出货数据异常强劲，但根据美国普查局最新的企业趋势与展望调查，5月份美国企业的人工智慧实质采纳率却微幅下滑至 19.5%。虽然高盛预计未来6个月内这一比例将会反弹至 22.7%， 但短期的采纳率停滞与高达3840亿美元占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1.2% 的庞大人工智慧投资规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高盛分析指出，这项数据的下滑并非代表人工智慧浪潮的退潮，而是企业正在经历一场从盲目尝试向无情清洗的本质转变。许多企业在完成了前期的技术概念验证后，发现人工智慧在日常办公中的降本增效成果已经极其显著，因而主动削减了不必要的实验性预算，转而将重心放在对存量白领员工的替代与组织结构的重置上。高盛数据表明，5月份由人工智慧直接驱动的裁员规模录得了显著的抬升，这直接敲响了传统办公室白领的生存警钟。这场白领裁员的加速，在不同企业规模与子行业的渗透率中，正呈现出极其残酷的饱和挤压特征。高盛在报告中进一步细分了不同产业的采纳数据，揭示了白领裁员加速的产业病理学。数据显示，在电脑计算、出版以及网页托管等数字化程度极高的子行业中，企业的人工智慧采纳率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 50% 的临界线。与此同时，大型企业的采纳率维持在 36.1% 的高位，而中型企业则在以惊人的速度追赶，其采纳率已攀升至 30.6%。 高盛指出，当一个行业的人工智慧采纳率跨越 50%， 或者中小型企业开始大面积普及人工智慧时，整个行业的博弈规则就从技术导入期正式迈入了产出收割期。对于文字处理、程序代码编写、数据输入以及常规客户服务等高度依赖屏幕工作的白领岗位而言，这是一场无处可逃的结构性重力。企业不再需要维持庞大的初级白领团队，而是通过人工智慧代理人以极低的成本实现同等产出。这直接倒逼了科技与专业服务业内部的裁员风暴在5月份出现了实质性加速。然而，在这场白领哀鸿遍野的裁员潮中，全球资金却在传统制造业中发现了极具防御性与成长特性的黄金投资高地。高盛在报告中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行业新兴，化学制造业预计在未来6个月内将会录得全球所有子行业中最大幅度的人工智慧采纳率预期增幅。与此同时，以精密机械、汽车与重工业为代表的先进实体制造业，其人工智慧采纳意愿也呈现出强劲的阶梯式上升。高盛分析指出，与资讯科技、出版等屏幕端行业不同，化学与先进制造这两大传统实体产业，其生产的核心是物理世界中的材料调配、分子链优化以及复杂的工厂物流调度。人工智慧在这些物理领域的应用，不是为了替代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
而是作为计算引擎来极限提升生产良率，缩短新材料研发周期。这种由人工智慧赋能的传统制造业，在规避了白柳裁员带来的遣散成本和社会舆论压力的同时，能够实质性的压降研发与能源损耗，从而释放出极其庞大的净利润空间，成为这场人工智慧变革中最低调、最扎实的长线赢家。华瑞认为，高盛这份人工智慧采纳追踪报告所暴露的采纳率微跌与白领裁员加速，本质上宣告了全球人工智慧投资逻辑的一场范式大重组。过去，市场疯狂追捧那些宣称人工智慧赋能的软件与资讯服务型科技企业，给予了其极端高昂的估值溢价，却忽略了这类白领密集型行业在人工智慧普及率跨越 50% 后，无可避免面临的行业内卷与利润下修。当人工智慧代理人可以近乎无成本复制时，软件企业的技术壁垒将被迅速抹平，其庞大的白领员工反而成为了沉重的成本负担。5月份美股科技板块在边际上的估值拉锯，以及人工智慧裁员潮的爆发，正是这一估值泡沫破裂的微观实证。相反，华瑞认为，化学制造业与先进实体制造业这两大传统巨头，才是人工智慧下半场最坚固的财富避风港。这两大产业拥有极高且难以被人工智慧替代的实体资产与物理壁垒。当化学制造业利用人工智慧将分子研发周期缩短数倍，当精密制造业利用人工智慧将供应链损耗降至最低，这种实体资产与人工智慧效率的结合，将会推动全球最聪明的钱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加速从永极虚高的科技概念股中撤离，将资产防线迅速转移至这两大被严重低估的传统制造业龙头中，重塑全球资金的套利防御版图。当然，产业转型仍面临两大风险。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 AI 在实体工业现场的工程化落地瓶颈。高盛指出，化学与精密重工实体环境复杂， AI 算法处理物理世界随机变量时，若因传感器误差或配方失控导致停工，将产生巨额实体损失，干扰企业短期利润交付。第二个风险是宏观层面的技术贸易壁垒与供应链摩擦。高盛报告提及，目前 AI 硬体进口高度依赖亚太供应链，若2026年下半年贸易限制升级，高端晶片与核心传感器模组断供，将拖累采纳率提升至 22.7% 的预定进程。华瑞认为，这份 AI 采纳追踪报告揭示了下半场科技虚胖出清，实体材料称霸，白领向蓝领价值回归的深水范式转移。对于投资者而言，把握这场结构大转型背后的定价重估，关键在于将视线从空泛的人工智慧软件概念移向传统制造业的资本支出效率以及微观采纳预期。在配置落地上，有两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实质观测点。首先是美国普查局每月发布的 BTOS 调查中，中型企业人工智慧采纳率的攀升流速。当这个 30.6% 的关键指标加速逼近大型企业的 36.1%， 且预期采纳率如期冲击 22.7% 时，往往预示着人工智慧对白领工作岗位的替代效率已达临界点。此时应当果断规避估值过高且面临裁员重组成本的资讯服务与外包科技股。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风向标是化学制造业与先进制造龙头在接下来季度财报中的资本支出结构与利润率调态变动。我们需要紧盯这些新兴板块能否利用人工智慧优化分组式和工厂物流，进而大幅拉低能源与研发损耗，推升利润率空间。这两条由实体数据交织的线索互为表里，能协助我们在宏观范式大变革的浪潮中，更理性精准地捕捉到高附加价值传统制造与高阶材料板块的超额配置溢价。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